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一切的人事物都有一个对立的存在？因为大道自然一定会创造出来一个跟它对立的敌人，用来平衡它造成的失衡状态。为什么会有对立，有阴阳，有善恶？因为我们有分别，分别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气，分别之后产生的执着，滋生了内心的贪嗔痴慢疑，痛苦烦恼就随之而来了。而一旦你依赖大脑的二元对立机制评判了，对某个人事物贴上了好的标签，你就很难再去面对它坏的一面了。所以当那些营销广告和诈骗电话拼命地呈现好的一面，或者呈现让你恐惧的一面时，你就很容易产生错误的评判。这就是很多人在感情上、金钱上、生意上会上当受骗的原因。所以你一定要时刻警惕大脑的评判对立，提起绝招看破事物的本质。我们习惯性地把这个世界分为两部分，内在和外在，精神和物质，阴和阳。从物理学上来说，就是能量和物质。物质的本质也就是能量，能量的本质就是物质。比如说财富，财富可以从物质转化成能量，也可以从能量转化成物质。它是能量和物质的总和，是阴阳的总和，是虚实的总和。比如你账上的存款是虚的，是看不见的财富，但是现金是实的，是看得见的财富。爱因斯坦早就提出，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能量的表现形式。如果能量非常密集，就表现为固体；能量稍微疏松，就表现为液体；能量再疏松一点，就表现为气体；如果能量完全疏松，就表现为无形态，连气态都不存在，它就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。虽然这一切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它可以转化，就比如太阳能、WiFi 信号、空气、射线等等都是能量。这些能量我们抓不住，但却可以通过某种方法来转化它。你看，我们把太阳能转化为电能，把水转化为食物等等。之前我说过，厚德才能载物，其实厚德就是能量。一个人无德，也就是说没有能量，他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和物质，因为他没有能量去赚。如果有能量，即使没有物质，也一定处处皆是喜悦和幸福。所以为什么说内在和外在，阴和阳其实是一个整体？我们内在的能量和福气就是德，所以当内在大于外在时，能量就会转化为物质，于是丰盛富足就会自动显化。而当外在大于内在，也就是当能量不够的时候，物质就会自动消失，去平衡你的内在。对应到生活当中，就是健康、财富等外在的损失，甚至灾难。所以从能量的角度，厚德才能载物，缺德则缺物，无德则无物。因为能量和物质永远要追求一种平衡。而我们的内在能量是如何消耗的呢？就是我们不断的分别执着，这样能量就会变现为各种情绪，通过身口意不断的造作，造成了我们的精神内耗和能量流失。当你真的明白能量守恒这条宇宙定律的时候，你就能明白你遇到的很多相反的、对立的人事物根本不是冲你而来的，而是为你而来。它是来平衡你的，提醒你的，你应该如实的关照与接纳。而宇宙运行的本质就是能量在推动和转化。当你内在能量超越了外在物质，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德比较厚，那么能量就会自动恢复平衡，使得物质和精神平衡，物质就会自动显化。物质和能量要平衡，必须进行相互之间的转化。我们人体也是一样，阴阳不平衡时就要生病，这是无法拒绝的。同样，很多时候财富和成功也是拒绝不了的，因为它是自动平衡。
而当你的内在能量低于外在物质，也就是说德比较薄而物质太多，那么结果就是多出的这一部分物质会消失，这也是无法抗拒的事情，甚至会出现某些意外，这就叫德不配位。就像你用一个1吨的小木船去装载10吨黄金，结果就是人掉船翻。我们永远不要去看重物质，永远要把注意力放到精神上。就算物质暂时得不到，但是心里会觉得特别安静和喜悦。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会主动创造平衡，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。当我们明白了能量守恒定律后，就可以主动运用这个定律去创造平衡，主动改变命运。当我们发现生命中的物质远远超出自己的能量，外在的拥有远远超出内在的精神时，就可以主动把外在的物质奉献出去，例如拿去支持传统文化、帮助灾区等等，把它捐献出去，让这一部分物质回归到能量状态，这样就实现平衡了。因为你的奉献付出就是给自己补充能量。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就会拼命追求物质。正如有很多老板赚了很多钱后，在生活中纸醉金迷，大量买别墅，车子非常奢侈，却不去补充精神的能量。因为如果不提升内在，那么这种平衡的力量一定会把你的外在物质平衡掉、漏掉，直到跟你的内德的水平相匹配、相平衡。就像在修行的道路上，很多人都会思考，怎样才能让福报变大？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，福报如同能量，积累来自布施。当你给予时，就像在推压一根弹簧，你施加的力量并不会立刻全部返回，而是被储存为势能。等到因缘条件成熟时，这份势能便会释放出来，成为你的福报与果报。这与物理学中能量守恒的原理是相通的，只不过从付出到收获之间往往存在一个积累与等待的过程，并非及时显现。所以想让福报很大，方法很明确，多行布施。表面上看你是在善待他人、帮助他人，但从更根本的层面看，你其实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善意的未来环境。你的每一个善念，每一次善行，都在为你自己的生命账户存入福报。所以善待他人，最终善待的是自己。这不是自私，而是看清了生命网络相互连结、能量循环往复的真相后所采取的最明智、最自利利他的生活方式。感情也是一样，一段感情，一段婚姻，如果你想保持长久，你就必须想办法主动的、有意识、有觉知的实现平衡，必须重视反面的力量。如果对方弱势，那你就要主动的强势一点；如果对方强势，你就要主动的弱势一点。如果两个都强势或者都弱势，就失衡了，肯定容易产生矛盾，日子也会过不下去。再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，你也一定要有意识、有觉知，主动的去保持你的能量的消耗和滋养。少熬夜，少追剧，少刷视频。生活中消耗你的人事物太多，而滋养你的人事物太少，那你的身体就会失去平衡，时间长了就会垮掉了。有不少人身体出了大问题，就是因为他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，长期处于被消耗的状态。同样，如果那反过来滋养你的人事物太多了，消耗你的人事物太少了，身体也会出现失衡，时间长了整个人就会患上慢性病，甚至性格上出现任性、傲慢、堕落等等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解决了，而不是等事情发生了才去解决，因为那时候再去补救就已经来不及了。总而言之，怎样将能量守恒原理应用于我们的生命中，
核心就是永远让内在大于外在，让精神大于物质。大家能够提前了解明白这些原理，就要去好好珍惜并努力运用在生活中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